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志频道，我是老杨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水培蔬菜，不用种子，用厨房的余料就可以种的。这是我在家里水栽的2棵包菜，右边这棵呢是那个甜心的包菜，非常嫩；左边的呢是普通的包菜。包菜呢，主要今天给大家分享有2种，一种是圆包菜，是卷心菜。在香港呢，又称叶菜，台湾称高丽菜，为甘蓝的一种变种，俗称呢又称洋白菜或者大头菜。菜心直接种植，或水培1周后再种在外边的菜地里。第2种呢是尖头的高丽菜，又称甜心的高丽菜，有绿色的叶子和尖的头，它的叶子呢比圆卷心菜更加开放，质地柔软，味道更甜。同样呢，我们可以把菜心直接种植，或者水培以后呢再种植。这是水培1周以后，一般呢1到2天换一次水。1周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出从这上面发出了很多这个小的包菜小芽，然后呢这些芽会一天比一天长大。实际上1周之后呢，往往下边也开始长出来这种根须，因为这种根须呢对提供营养非常重要。水培2周以后，你可以看出这个小包菜呢逐渐变大，包菜的叶子呢也更加宽大了。2周以后，这个下边的根系发展的更加旺盛。在这之后呢，这些根就会提供营养给上边发的这种新的包菜芽。这些芽呢，大家要放在靠光的地方，它需要光合作用。每天呢要换水，这样呢就不容易出现污染。这是水培3周以后呢，大家可以看这上边的这个包菜呢就更加茁壮了，包菜的叶子也变得更加厚实。这是水培5周以后，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明显的变化。这种水培呢是非常成功的。上面也可以看，上面呢有这种菜苔长起来了。今天呢我就在这里把这个叶子采下来做汤炒菜吃掉。每天只是换水，然后呢它就能长这么好。现在这是第2次收割了，所以说并没有上什么肥料，为什么它能长这么好？水里边呢有那么多营养吗？大家可以看这上面，而且长了菜苔。看这个菜苔菜花非常漂亮。这边一个，看这边一个菜花，这地方也有个菜苔。这个菜苔呢有点高了，所以说我就把它采下来吃掉了，否则它长老了。这个也采下来，现在还比较嫩。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水培这种尖头的或者甜心的包菜。方法是一样的，水培1周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出从这个边上的发出来这种小的包菜，然后1周左右它逐渐生长。水培2周以后呢，上面的叶子逐渐增大，同时呢在下边你可以看到这种根须的生长，像这种龙须一样，也非常漂亮。然后
这些根须呢就提供更多的营养，有助于包菜的生长。这是水培4周以后，大家可以看最上面这个叶子已经非常壮大了，侧面这个叶子也长得很大。仍然是每天换水，有时候2天也可以。这是水培5周以后长出的包菜呢，达到了一定的大小，包菜的叶子大家看也变得厚实了，颜色也加深。实际上颜色深了以后呢，它的营养也会更多，叶绿素也比较多。所以说我是把它放在靠阳面的窗台上，这样白天呢它就会采到更多的阳光，有助于光合作用。同时呢，这个5周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下边的根须也比较强壮。小包菜呢一天一天的长大，大家可以看今天呢已经有3片叶子长出来了，第4片叶子也长出来了。所以说你只要有水，它就可以长出来嫩绿的包菜叶子，非常棒。我现在呢今天把这个包菜要裁下来做饭了，它的叶子还是蛮嫩的。但是我就非常奇怪啊，这个菜啊，我每天就换水，没有加任何营养，它仍然能长得这么好。所以说生物世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呢，就是在室内用水培的方法，然后呢到室外定植。先在室内用水培的方法，让这个包菜生长到一定的程度。这上面大家可以看已经有菜苔出现了，随后呢它也可以开这种菜花。等到这种室内水培的这个菜叶子长到一定程度呢，下边的根系发展比较好，大家可以看下边根系非常非常健康的根系，没有污染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移植在花盆里的，或者移植到外边的菜地里，因为它已经有根系了，它是很容易成活了。另外呢，在这个土壤里，这是移植到花盆以后，把它放在花园里头种植，光合作用更好，土壤里的营养啊也更丰富。你可以看出这个包菜的叶子呢就更加健康，颜色呢也更加深厚。好了，今天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击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。谢谢你的收看。